但不到琅琊王军兵临城下的那一刻，我都无法做出决断。但是此刻，我只希望皇叔能信我一次。我明白了，你是想要我手中能调动王离天军的虎符。没错。人都到齐了，已在屹立外接营。哎，三位叔父，你们说现在那些正赶来与我会合的旧部，是不是心情都很忐忑呀？毕竟当年父帅不让我去军中，我与他们并不相熟，甚至大部分人连一次面都没见过。哎呀，我之所以被叫做琅琊王，是继承了我父帅的爵位。我能有千军万马来迎，是因为我父帅的军威。可这些都与我没有关系。哎，你们说那些人见了我现在的样子，会觉得我配得上琅琊王3个字吗？也罢，好日子算是到头了。叶子营全体将士听令！是。从今日起，叶子营归队琅琊。琅琊，琅琊，琅琊！拜见王爷。诸军这些年辛苦了，我很高兴。既然诸军今日能够在这里，我一定不能辜负诸位。是时候告诉天下人，我们回来了。琅琊军回来了，请诸军告诉我，那里是何处？天启，天启！此去天启，要让这天下再看看我们琅琊军。琅琊军临，再镇北离！再镇北离！再镇北离！让他们知道，我们从未认输，也从未离开。800里加急！慌慌张张干什么？军报！叶小英起兵叛乱，统领琅琊王旧部往天启城杀来啦！萧瑟这小子果然全部预料到了。圣上昏睡过去了，这一睡又不知道是几日。这琅琊军一路北上，势如破竹，这些驻军们根本就无法阻拦他们。可父皇偏偏此刻病倒，这一切真像是一场精心谋划的棋局，而我们都是被困在其中的棋子。那你可想到什么办法了？我派积雪过去了，他应该很快就会见到萧凌晨了。你想让积雪去说服萧凌晨？你说，若此刻萧凌晨说不打，会有什么变故？他会被我的父亲绑在马上，灌上哑药，就算压着，也要让他去上战场。你说的对。那你为何还让积雪去寻他？但是我要知道他真实的想法。这北离的月亮，不如我们海上的月亮好看啊。怎么不如了？我们海上的月亮又大又圆，这北离的月亮呢，看着有点血色。你觉得呢，积雪姑娘？你还认得我？当然认得，毕竟你生得这么好看。我记得我小时候特别喜欢跟着你跑，你做什么我做什么。但是你好像只喜欢跟着有，
他现在叫萧瑟。怎么，他派你来的，想劝我退兵？那你会退吗？自然不会啊！我必定马踏天启，直指泰安殿。这真的是你真实的想法吗？我父琅琊王萧若风在上，赐萧凌尘句句真心。东邪，萧凌尘这个人，你还记得吗？自然记得。这小琅琊王自小住在军营当中，染了一身草莽的习性。每次大宴的时候，站在贵族中间，一点都没个皇室贵族的模样。几日之后，这个一身草莽之气的小琅琊王，便将登上帝位了。此事真的这般容易？还差最后一步。哈哈哈，哈哈，不差了。看来王爷对我很有信心呐。看你笑那样，本王和大剑让你做的那些事情，你可办妥了？我已经说服我师父卓心公公，他老人家愿意为我们出山。哎呀，可费了我好一番口舌呢。你师父卓心是上代5大剑中唯一还在世的，由他做接下来的事情，最为合适。不过还有一样东西，朝中百官相迎的亲笔联名手书，已在身上。那个最重要的人，也已经写下了他的名字。这般顺利。看来琅琊军一路势如破竹地杀来天启，已经把朝中百官杀破了胆了呀。但我有一件事情，觉得略有蹊跷。你是说蓝月侯那边？据大剑所知，王离天君的虎符一直在蓝月侯手中，如今琅琊军近在咫尺，200里外的王离天君应该迅速调入天启城中才对呀。萧楚河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皇叔莫要着急，再给我一点时间。好，我给你时间。那你告诉我你需要多久？如今秦王令已发出，其他2军何时支援天启？3日之内便能到达天启，但琅琊军只需2日。如果我们现在把王离天军召进城内，只需抵抗1日，便能等到援军。到时候内外联手，便能平定这场叛乱。真的会这么简单吗？为什么2军来支援的速度如此巧合，不快又不慢，偏偏在这个时候？好，我再等你1日。1日之后，我会亲自率人出城，去迎那王离天军。多谢皇叔信任。殿下，藏民虽然看不见了，但也能感受到殿下心里十分烦忧。刚刚得到消息，蓝月侯依然没有去传王离天军。王离天军的李将军已经发了3份军报，也没有得到入城的许可。这王离天军反而更着急了。他们自然着急。不入天启，他们就要正面迎上琅琊军。王离天军已经10几年没有打过1场仗，如果正面对抗，只会被打成肉泥。殿下，你说此事会不会是永安王那边安排的？你为什么会这么想？永安王自幼便长在琅琊王的军帐之中，与萧凌尘、叶笑英都交好，而且蓝月侯现在明显是站在他那边的，不让王离天军入城，而让琅琊军轻易攻城而入，是否会是他的打算？你会杀了千百人，
只为救一个人吗？这要看救的那人是谁了。他是琅琊王，受万人敬仰的护国英雄，也是老六最敬重的人。如果杀一个人能为他翻案，但这个人若是无辜的话，他也不会这么做。他就是这么一个人，他会觉得手上沾上一滴不义之血，便是玷污了琅琊王，所以他更不会以天下人为代价。王离天君不出兵，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他觉得此行不可。不下了，怎么说我的棋也算是得了阿爹的真传，就是下不过你。你呀，就是太急了。有的时候不要着急认输。虽然这棋局看上去败相尽显，但也只靠一步棋就能反败为胜，神转。我怎么看不到啊？我也没看到。这外面都已经乱成一锅粥了，你们居然还在这里下棋，这要是被蓝月侯知道了，怕不是要被气吐血。哎呀，若依姐姐，萧瑟就是喜欢故弄玄虚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呀，肯定早就有主意了。这次你可说错了，你看这棋局，就跟现在的天下一样，一团乱麻。我见到萧凌晨了。他怎么说？他说他这次来就是要马踏天启，直杀太安殿，而且还是当着他父亲的在天之灵发的誓。没了。他最后还说了一句：“我萧凌晨身负琅琊王之血脉，又岂有后退之理？你萧楚河承袭琅琊王之衣钵，又岂有不战之理？”完了完了完了！他之前看起来像是跟我们一伙的，现在看来是要跟我们不死不休了。身处险境，方可绝处逢生。神转之棋，我找到了。他真是这么说的？是的。他脑子是不是有病？据我所知，是没有的。他人呢？为何不自己来见我？他说怕侯爷听了拔刀砍他，就先溜了，去白小堂那儿了。怕我砍他？我明白了，他和叶笑英和萧凌晨是一伙的。我刚听到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。他为何要这么做？萧瑟说：“求您信他。”信他？这要错了，可全完了。可就算对了，也不一定会赢啊。蓝月侯已离城而去。亲自去传唤王离天君，看来他终于是忍不住了呀。殿下，龙邪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说。我觉得如今我们做的这件事情风险很大，很多事情都可能变得不受控制。首先，琅琊军进城，我们便已经陷入了危险的境地。其次，如两军联手，仍不是琅琊军的对手，当如何呀？哼，打仗本来就是一场赌博，在离桌之前，谁也不知道结果。但有的时候，就是得搏一下。我萧雨从小到大想要的东西都是靠自己抢来的，我不怕输。守军，
天启城就在眼前了。等了这么多年，终于等到了这一天。叶师叔，距离我看到这样的天启已经很久了。不久，不过是大梦一场，苍龙梦醒，便该震吼。师叔，你的这些话是我姨告诉你的吧？昔日叶师叔征战沙场，叶姨白衣剑舞，堪称绝世啊。你姨不在了，但那白衣还在。诗诗，你能回来，我很高兴。师叔，那2支军队为什么至今还没有出现？我已经做好要大战一场的准备了。哎，别着急，那些躲在阴暗处的人，可不敢现在出来对抗。你放心。只要你攻下天启，那些人自然就会出来，到时候再打一遍就是了。师叔说的有理，不过都是些蝼蚁一样的货色。哼，我可等不及他们，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君临天启了。君临天启，军队的军，还是君王的君？现在是军队的军，以后或许就说不准了吧。枪！哎，你看，那是什么？小神医，小神医，陛下，你终于醒了。什么声音？好像是战场上的号角声啊！长青，长青！陛下，外面发生了什么？回陛下，琅琊军已经在天启城外了。终于还是来了。殿下，宫中传来消息，圣上醒了，还请殿下速去太安殿会合。醒了？偏偏在这个时候。可是蓝月侯并没有把王离天军带回来，城中只有一些守城兵跟禁军。你说蓝月侯会带着王离天军去哪儿？有2种可能，一种是蓝月侯打算在城外指引琅琊军，那无异于以卵击石，毫无胜算；第2种，蓝月侯自知没有希望，弃城而去了。不，还有种可能，萧楚河想故意引开蓝月侯，他想和叶笑英以及萧凌晨联手。那琅琊军岂不是能毫发无伤地进入天启城了？不会。虽然没了王离天军，但禁军、虎贲郎以及天启城的一众高手还是会重创琅琊军。好，我们去太安殿。殿下，此时何不避其锋芒呢？不，今日这一场好戏，我是必然不能错过的。若我发出令箭，就带他入宫，有他相守，千军万马也杀不了我。从前只在书本上听到过战场上的号角声，如今亲耳所闻，只觉得书中所描写，无法传达这号角声之悲壮、之恐惧、之雄迈的分毫啊！小徒弟，我可没你这么淡定。我没有那般诗情画意，我只知道，我们快死了。
死在琅琊军的铁骑之下吧。说来讽刺，我幼年时听书，只听得琅琊军守护北离安定，那可是天神下凡一般的存在，受人敬仰。可如今，不过，师傅，徒儿我可不会让你死的。我这就带你离开皇宫，咱们无官无职，琅琊军应该不会为难我们的。啊，你确定？放心吧。萧瑟让我们去个安全的地方，有司空姑娘保护我们。哼哼，天启城本是一座军城，易守难攻。哼哼，我们琅琊军要几日可攻入此城啊？如果我没算错的话，这座城中最大的战力就是王离天军。虽说这支军队战力不强，但其天机弩阵却非常适合守城。所以说，就算是咱们琅琊军，也得花上2日的时间来攻下。那若是不惜代价，那便1日。这也太让我失望了。我原本会以为有一场轰轰烈烈的攻城大战呢，这就投降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是怕其中有诈？是，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情况。先打开城门，让敌军进入，最后斩杀旗手，以退其军。在一场毫无希望的死战中，这是他们唯一的机会，所以说，不能排除他们做了这样的计划。现在城门大开，我们难道因此要畏首畏尾吗？斩杀敌手，本王就在这里，项上人头就在这里，到时来取啊！出城，撤！20万大军就这么杀到了天启城下吗？是凌晨带兵吗？回禀圣上，还有大将军叶小英陪伴其旁。凌晨是个心善的孩子，跟他的父亲一样，至少天启城不会有损伤。传令下去，不要有无谓的冲突。我们在这儿等他。圣上，秦王令在圣上昏睡的时候已经送出，此刻应该退守剑阁，等待援军到来。20万大军，就算退守剑阁，又有什么用呢？下面，这都是北离的良将，我们退守，他们就要去死战，要让他们死在这无谓的战争中吗？无谓。当年我父帅每次得胜归来之时，就会这样行着马，慢慢地走在这条街道上。所到之处，路人皆是跪拜行礼，眼中全是崇敬之情。可他们现在连出门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。很多人都已经不一样了，这座城也不是曾经的天启城了。自打我父帅死的那天起，天启就已经死了。世侄，那些人现在应该聚在泰安殿等我们。那让他们再等一会儿吧。将军也请稍等我片刻。
我去趟太庙。去。国师啊，你有何打算？顺天命。那天命会站在谁那边呢？许多年前，他曾经站在琅琊王那边，可是他自己放弃了。就算千人临世，也抵不过20万雄师啊！太叔爷，凌晨，是我，太叔爷，你回来了，很好啊。太叔爷真的觉得很好吗？若逢背叛谋逆，太庙里不会供奉着他的名字。明天就会有了。太叔爷，请给我一炷香。列祖列宗在上，凌晨今番回来，必替我萧氏皇族平清叛乱，重塑皇祖朝纲。保护殿下！国师自有疼爱我，放心，他不会杀了我的。一别多年，小友可好？不好啊，吃的也不好，睡的也不好。倒是自从踏入这天启城之后呢，开始觉得有点好了。哪里好？能杀我想杀之人甚好。你和你的父亲很像，但你父亲不会做这样的事情。那是因为我的父帅当年遭遇那些事情的时候，他已经不年轻，而我很年轻，我还有机会可以犯错。有的错犯了可以回头，有的错犯了，便可能是这辈子所犯的最后一次错了。那国师，你说，当年我父帅死在法场上，他有什么错呢？琅琊王没有错。是啊，有错的人是明德帝。那他是不是应该付出代价了呢？国师，我父帅那样的人，或许几百年才出一个，万人敬仰他，可我不想成为他。楚河，父皇，你自小与凌晨一起长大，届时要大义相劝。萧氏一族不可发生内斗。我与若风这辈子的恩恩怨怨就到这儿结束了。
父皇放心，儿臣定当守护天启，守护萧氏一族，守护父皇。楚河，哼，笑话！不知七弟觉得我哪句话是笑话？我听闻蓝月侯前一日去了你的府中，第二日便离城而去了，说是去迎王离天君，可至今未归。我还听说，天启城城门大开，迎琅琊军入城，也是蓝月侯提前下的令。我看你和蓝月侯根本早就和叛军串通一气了，要把这天启城拱手让人呢。想不到七弟常居府中，消息还如此灵通。那你想怎么样？让琅琊军与那王离天军血战，付出惨痛的代价，杀到天启城中，踩着那天启城民的尸首，一路杀到泰安殿，再把我们这些萧氏皇族杀个干干净净，好让那上军与下军坐收渔翁之利时。全军戒备！终于还是进来了，琅琊军。开宫门，圣上，不许无谓的损伤。我在这儿等他。开宫门！真像啊！童儿，凌晨，没想到你还活着。哼，虫二哥，嘿，你眼睛看得见了？是，只是没想到，复明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看见你起兵叛乱。我叛乱了吗？我怎么觉得我是回家了呢？这是谨言跟卓心公公。卓心公公是上任五大剑唯一存活之人。不得皇命，不得擅离皇陵。卓心公公为何来此？不奉皇命，擅离皇陵，当斩！重塑朝纲。我有龙凤卷轴在手，先皇帝亲笔撰写，还不立即跪拜？快！拿着一封不知真假的卷轴就想让我们下跪，卓心，你这是大逆不道！先皇龙凤卷轴中所写名字，乃琅琊王萧若风，明德帝萧若锦，忤逆夺位，当年强迫琅琊王撕毁龙凤卷轴，最后登上皇位。吾等五大剑这些年忍辱负重，终得此封龙凤卷轴，故重塑朝纲。
正萧氏皇族之大统，迎琅琊王之子萧凌尘回天启，废明德帝，立新皇。混账阉人，胡说什么？上面有玉玺之印，先皇亲笔所写，岂能有假？当年我琅琊王叔亲口在殿前当着众人之面呼出的是我父皇的名字，岂有逼迫之意？再有，就算是逼迫，当年你们五大界为何坐视不管？重儿，莫急，让他说下去。吾等受先皇恩赐，今日定当还天下之清白。我手中有百官联名上书，愿拥护大统，重整朝纲。前辈，公公，琅琊王殿下。公公今天亲自来一趟，是准备看我荣登大宝吗？正是。龙峰卷轴在此，愿琅琊王殿下亲口宣布，谁才是真正的萧氏大统，北离正主。诸君，你们可想看我打开此卷轴啊？愿琅琊王殿下兴起龙峰卷轴。诸君，你们可想看我登上此王座，称帝北离？愿琅琊王殿下即墨即位，称帝北离。众将士，你们效忠的是我琅琊军的军旗，还是这北离的皇旗？公公，你可想凌晨今日亲启啊？恭请殿下。我萧氏皇族纵横战火40，予以开国，历朝6代，传世123年，国运昌隆，万国朝拜。我萧氏皇族之大统，岂是他一个阉人定制？逆贼，当斩杀！逆臣已伏诛，还有谁想前来送死？怎么样啊，萧哥？他们萧楚河，刚才撕毁那卷轴的气势可还霸气吗？我可是想了很久了。我派姬雪去找你，你为何不直接回答，非要湖州说上这么大？这样才有气势吧？我萧凌尘身负琅琊王血脉，岂有后退的道理？你萧楚河继承了琅琊王的衣钵，
又怎有不战的道理？所以面对那些要祸乱朝纲的人，我们一定要战，不退。算算时辰，此时此刻，这天启城的大战应该已经打响了吧？是啊，也不知道我那疯了的侄子现在怎么样了。想必在殿前被千夫所指，被痛骂叛国。很多人恨不得把他的肉咬下来给生吞吃了吧？哎，往好点想呢，说不定他和萧凌晨兄弟已经相认，帮琅琊王报了仇，说不定现在正在共享皇位呢。看来侯爷还是不够相信我们呀。锦卫，你干什么？你疯了吗？师父当年的心愿，你们都忘了，可锦卫还记着。真是没想到，我们最后依托的，竟然是一个废物。废物！当年你们为了一己私利，利用我父帅的军威和民心，将他强行推上皇位，以至于君臣不和，朝野震乱。我父帅为了大义，最后身死。难道你们最后还想让我助你们故技重施？卷轴上本就写着琅琊王的名字，他就应该是皇帝。真是笑话！听说过有人想当皇帝的，没听说过有人一定要当皇帝的。我父帅不喜欢那个位子，他不做，你能如何？我也不做，你又能如何？锦卫，不要再说了，不要一错再错。我的剑术确实不如你，如果不是师父，我5岁那年已经死了。我只想为他做一些事情。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，杀死季瑜的不是我，也不是锦言，我们没有那样的能力。锦卫，将军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是。禀将军，前方有军队。军队？是成奎的夏军前来会合了吧？以他的速度，应该要慢一些来才是。不是夏军，是守卫天启城的王离天军。王离天军？前辈，真进可信。真的是王离天军？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想必程叔叔应该很疑惑吧？为什么我爹在攻打着天启城，我却带着王离天军出现在这里，阻拦着上军和下军？唉，有时候侍奉的人太厉害，我这谋士也显得有些多余了。我原本还有几分担忧，但是看到他们畏畏缩缩的样子，现在多了几分自信。看来萧瑟真的下对了那部扭转局面的棋啊！昔日北离八柱国之柱国大将军，琅琊军营义军侯，雷梦莎之子雷无邪，请全军退避。凝视脚下无尽的深渊。昔日北离大都护，琅琊军统帅萧若风之子，琅琊王萧凌晨，请全军退避。
切向前，无法抗拒的心跳随着呼吸改变。下一刻开始，明德帝之子，琅琊王萧若风军属学生，永安王萧楚河，请全军退避。可他们都死了！北离大都护，银翼军可都死了！就剩下我一个金甲大将军！楚河，儿臣在。宣旨。旨从何来？顾念，你宣。儿臣遵命。明德16年，琅琊王谋逆之案。明德16年，琅琊王谋逆之案。属孤，误判。父皇，您这是要下罪己诏啊！念，属孤，误判。琅琊王萧若风，为国为民，担心节律，却惨遭奸人陷害。琅琊王萧若风，为国为民，担心节律，却惨遭奸人陷害。现奸人已然伏法，旧案昭雪。此局势浩大，重入太庙，香火10年，圣旨不断。现奸人已伏法，旧案昭雪，赐其谥号达，重入太庙，香火10年，圣旨不断。其子萧凌晨承其爵位，袭琅琊王，赐宣武将军，可重召琅琊旧军，并3军之外，直隶帝王。其子萧凌晨承琅琊王爵位，袭琅琊王，赐宣武将军，可重召琅琊旧军，并3军之外，直隶帝王。孤听信谗言，误杀爱弟，愧悔无地。每3日赴太庙相逢，至死方休。
不，听信谗言，误杀爱弟，愧悔无地。每3日，赴太庙相奉，至死方休。臣领旨。我父帅琅琊王萧若风，为平叛乱国之灾，自吾入狱。当年天启成乱之夜，乃是我与父帅亲手谋划。我父帅为了国家安定，舍一身荣耀于法场上自刎，以定天下。尔等作为我父帅的马后之兵，不以将军之令为首，反兵至皇城，要谋乱天下，还配得上琅琊君3字吗？大舅舅，你怎么就这么不愿意做皇帝啊？圣上，父皇！圣上，父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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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德22年春，明德帝承认琅琊王谋逆案乃是误判，下罪己诏恢复琅琊王名誉。金甲大将军叶孝英引兵入天启，卓欣进微服法，进言失奏。后史称今日为琅琊兵变。父亲，行了，不必再说什么了。这一次是我输给那帮小子了。其实当时按照我的脾气，真恨不得踏平宫城，杀他个干干净净。父亲虽然骁勇，却不残暴。萧瑟早就看透了这一点。是啊，我看兵力，那小子宽人心，以至于我20万大军被几个毛头小子，再加上一个什么莫名其妙的罪己诏就给退了。哼！萧瑟说，如果当时父亲不退，那么如今天启城飘着的，便不再是萧氏皇族的神鸟大风旗，而是我们叶子营的军旗了。对呀，我当时手里握着刀的时候就在想，难不成把那些姓萧的都杀了，然后自己当皇帝？哼！可是你爹杀朕杀人还行，哪里做得了皇帝？所以也就罢了。更何况当年王爷是自己让自己去赴死的，所以我就更没有仇恨的理由了。父亲，闺女，你爹老了。当年天启城一起奋战的那些兄弟也都不在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也就凭着这一口气撑着。
现在也没了，没了。行了，不说这些了。闺女，身体怎么样了？啊？已经许久未曾发病了。我问过国师，他说仙山上的高人留下的那缕真气护住了我的心脉，保我10年无碍。10年过后，高人大梦归醒，我便再去一趟仙山。那便好。闺女，我估计你这些年还不想离开天启，毕竟这么多朋友都在这儿，对吧？萧瑟那家伙，你是想做他的王妃吗？我和萧瑟是一起长大的好朋友，并无儿女私情。父亲，您误会了。那就是雷家那小子。我告诉你啊，他和雷大哥可不一样。雷大哥当年还是挺会逗女孩子欢心的，那小子傻愣傻愣的。父亲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闺女啊，爹是在想，爹走了之后，谁来照顾你啊？父亲要去何处？傻闺女，这番事情之后，你以为你爹还能待在朝中啊？哼！明德帝不降罪于我，那是因为他不敢。我若不知罪辞官，那下面那些人总会以为我还想再打一仗，那他们连觉都睡不安稳。这样，你替我拟份折子，就说告老还乡。当然，也别急着给，等他1个月，让那些满怀鬼胎的人这个月都睡不踏实。父亲要去伏羲山。对呀，你娘就葬在那儿。参见父皇。你们来了，来，再过来点儿。这次的事情是你们2人一起商量的吗？他给我打了个谜语，我便赌了一把。你我2人自小一起长大，心思怎会不知？你明明是听了我那句话，才能做出这般奇诡的调兵的。打开城门迎接叛军，派王离天军去挡2支秦王之师，亏你想得出来！说他不是琅琊军的内应，我都不敢相信。父皇，阻挠秦王之事一事，是儿臣一人所为，还望父皇莫要怪罪皇叔。姑明白你派军拦他们的意图，如今姑病重不起，社稷动荡，军中难免会有异心。你这次的行为，避免了多方的冲突，没有折损北离的英勇将士，做得很好。父皇，两军之中定有人与其勾结，还望父皇严惩。好，姑会让乐离去查的。凌晨，你在殿前的所言所行，很有你父帅当年的风范。我只是秉承我父帅的意志罢了。若凌晨真的谋乱拿了皇位，以后到了下面，我父帅见着我，非得拿起马鞭抽死我不可。更何况我这性格当不了皇帝的。哎，那什么性格适合当皇帝啊？比如圣上您这样的性格，心思重。
性格稳，考虑的也周全。我父帅太潇洒了，做个将军还行，当皇帝嘛太累，所以他当年放弃了。我也一样，皇帝是这个天下最有权势的人，但同时也是最有枷锁的人。那些死太监把宝压在我们父子二人身上，也是看错了我们。哎呀，当年我们兄弟二人，一个为君，一个为帅，本以为北离的国运掌握在我们手中，可以昌隆制胜，却没想到反被他人利用了。你父帅的事，姑这些年一直都很自责。圣上的确应该自责。说下去。那件事我如今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。当年我父帅军功累累，天下归心，军中有很多人，包括大将军叶孝英在内，都想推动他来当皇帝。尤其是那次从男爵大胜归来之后，10里长街铺满鲜花，万千百姓夹道欢迎，军中已经有很多人在蠢蠢欲动。于是便有奸臣找出了当年的那封卷轴，想拿此来做文章。据说已经和军中许多将领都在密谈，只等一个时机，便让我的父帅黄袍加身。最后我父帅宁愿赴死，选择自污余身以定朝纲。但是为什么圣上您自始至终都保持沉默呢？我明白，这是你们君臣之间的默契。你清楚他的打算，他明白你的心思。可是当年，其实还有第二种办法呀。你们可以找出那些想要作乱的臣子，一个一个都杀了。你可以和我父帅一起坚定地告诉天下：没错，卷轴上的名字是萧若风，可那又怎么样？皇帝依然是萧若锦，琅琊王依然是萧若风，这是你们二人做出的选择，没有人可以改变。同封卷轴不可以，天下人也不可以，可是为什么您却做不到呢？因为那么做有风险，那样做会让您的皇位不稳，它会严重影响到天启城的安定。那些在夺嫡之战中败落下来的王爷们，随时会兵至天启，朝中反对您的大臣们也会伺机而动。圣上，凌晨说的对吗？没错，你说的都对，所以姑这些年一直都很愧疚。姑可以自己骗自己，说这是若风的选择，也可以对自己说，总有一天要为若风平反，在太庙为他重新供奉一个牌位。可是直到你们踏入皇宫的那一刻，姑都还没有做过这件事。我父帅心里一直记得年少时与圣上的约定，可是后来圣上却忘了。我不知道圣上今天叫凌晨来是想说些什么，但凌晨想说的便是这些，而凌晨想听的也不是一些类似后悔的话。圣上要是没有别的想说的，凌晨便先走了。我理解我父帅的打算，但并不代表我能原谅这件事情。我失去了我最亲近的人，无论如何，出于什么样的原因，我都没有办法原谅。
江山也好，社稷也罢，皇位也不过如此。凌晨今天过来，不是跟你叙旧，也不是来邀功的，只是这么多年，有些话在心底里不说不痛快。凌晨没有办法跟天下人说，凌晨只能跟圣上您说。也希望圣上可以谅解。明白。姑还有一件事要问问你啊，这一次姑该如何选择？啊？圣上，其实很简单，您最痛恨哪位皇子，就把皇位留给他。皇上这个位置啊，注定是孤家寡人，做不痛快的。哼，这个回答，姑倒是没有想到啊。凌晨的话，你也都听到了。过去的事，便如他所说。儿臣清楚了。当年，姑害怕那些乱臣再打你的主意，所以一狠心把你贬出了天启。你不要怪姑啊。正是因为如此，儿臣结识了很多朋友，这些才是你值得依靠的朋友。就如我当年依靠若风一样，这些年，姑一直都在想，当年在法场，若风看我的眼神，你猜，姑看到了什么？那日儿臣并不在场，不过我猜，你在他的眼中看到了失望。他在百姓的眼中是神人，他在百官面前是圣人。可是当朕下令斩他那一刻，他一定对我这个哥哥很失望吧？父皇，说，儿臣有事也想问，但是怕说了之后你会难过。说吧，既然今日把你们都唤来，就是要你们说完当年的那件事。说吧。我在想，当年的情势是否真的有那么紧急？从琅琊王被诬入狱，直到问斩，这之间的时间过得是不是太快了？倘若不斩他，真的会引起叛乱。那叛乱真的有这么容易爆发吗？如果真是如此，那么那些人又怎么会任由他被杀死呢？你说了凌晨不敢说的话。祝贺，你很好啊，这么多年你是一点都没变呢。是，姑那么快就杀了他，是因为姑惶恐啊。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姑在那一刻成了被捆绑在皇位上的人，知道吗？多谢父皇解除儿臣疑惑，儿臣告退。姑对自己也很失望。
这一次输得太彻底了，太彻底了呀！殿下，本王本想着，此一番天下必定大乱，最后两败俱伤，只等我们坐收渔翁之利。可最后，不管是天启城还是琅琊郡，全都安然无恙，可笑，可笑！是我失算了。不是因为萧凌晨，是因为萧楚河。他让王离天军离开天启城，去拦上下两支秦王之师。我方才收到洛成军的信。他说，领兵的一身绿衫是叶萧英的女儿叶若依，他们还以为叶若依是叶萧英派去的。便是萧楚河的这一招棋，就让我所有的部署都功亏一篑。殿下，这输了就输了吧。不过，这次纷争之后，还有一些东西留了下来。你是说百官联名？本以为这件事情终于落下了帷幕，可是当我听完所有的事情，还是有一样很重要的东西溜走了。谨言手上那份名单。谨言公公手上有一封琅琊兵变的所有朝廷官员的名单。可是这也是为什么萧凌晨率领20万大军可以顺利到达天启的原因。有这份名单，相当于扼住了那些官员的咽喉。要不咱们也去抢抢？我看你最近心情不错，倒是学会开玩笑了。毕竟已经了却了一桩心事。不过这件事我可不是开玩笑。这份名单若是让萧雨拿到手，他必定再起波澜，利用这份名单威胁那些官员为其谋事，绝对不能让他拿到。如今这天启城中全城戒备，谨言逃不出去，就得找个地方躲。你猜他会躲在哪儿？莫非他会去找那个如今天启城中唯一在乎他性命的人？有件事我要告诉你：杀死禁欲的不是我，也不是谨言。我们没有那样的能力。你这是在抄诵经文呢。为了锦玉有心了，你为何抄送了2份？另一份是给锦薇的。锦薇和我们兄弟一场，也是应该的。小时候，我不常与你们在一起，而谨言又一直跟着卓心公公。其实，你、锦玉、锦薇3个人是一起长大的吧？所以我要为他们报仇。锦玉的死的确有蹊跷，尚有仇可寻。而锦薇死于谋乱，又能找谁去报仇呢？琅琊军能够这么顺利进入天启城，恐怕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吧。这一切的背后，我总觉得有一双手在推动着发展，而锦薇他们只是一颗棋子罢了。锦薇也不是个有野心的人，他只是为了替师父完成他的愿望罢了。不过有一个人，他绝对不会是我们的兄弟。你说谨言？是，他必须死。倘若他来找你的话，你留住他，然后告诉我，
但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，武大剑以后只剩下一个人了。你在威胁我？不是威胁你，我是怕你做傻事而已。大剑，你也卷入了这次夺嫡，你支持赤我，那又如何？但是武大剑只应该对明德帝一人忠诚。你知道当年师傅他们为什么在琅琊王撕毁卷轴之时一言不发吗？他们呢，当时早就屈服于新的帝王威严之下了。你会像他说的那样杀了我吗？会，除非你把你手里的名单交给我。只要我还留着那份名单，就不会有人杀我。一旦我要是交出去的话，就连你都有可能杀了我吧？那你还来找我干嘛？我选错了一次，我还想再选一次。师傅，白王殿下到。这天启城中，应该没有别的茶能比锦仙公公这里更好了。殿下谬赞了。不过，殿下来此，恐怕不光是为了品茶吧？当日在泰安殿前，卓心、锦言、锦薇三人用伪造的龙峰卷轴企图叛乱。虽然龙峰卷轴已毁，不过锦言手中还有一个卷轴。这个卷轴上是百官联名的手书。既然大家都说这龙峰卷轴是伪造的，那么手书也可以是伪造的。可当时所有人都已经听见了，此事已经传开，朝野上下很在意这件事情，所以殿下也对那份名单有兴趣。父皇已经下了口谕，从今日起，本王代大理寺卿负责彻查此事。白王居然去了红钦殿，看来大家都猜到了，锦仙公公是锦言公公最后的救命稻草。只不过锦仙公公的交道可不好打。二哥有圣上口谕，天启上下就没有他不能打的交道。毕竟谁都不想下天狱。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，圣上为何要将此事交给白王？二哥为人做事稳重，交给他去做，才能够服众。我们呢？我们才是解决了这场兵乱的人。我们在他们眼中是琅琊王军一伙的，让我们去查，只怕天启城中的那些官员都会寝食难安。那我们怎么办啊？既然此事已经交给了白王，我们很难参与其中，总不能明抢吧？方才我们白小堂迎来了一位特别的主顾，锦仙的人。你这么聪明，就会显得我很呆。说吧。锦仙公公已经联系我们了，说会把锦言送到我们白小堂，让我们把他保护起来。那太好了，等锦言被送到白小堂，我们就把他抓起来，这样手术不就是我们的了？姬雪虽然是我们的朋友，但是白小堂这么多年的声誉，可不能毁于一旦。情分是情分，生意是生意。那我们怎么办？自然是等一等锦仙公公的条件了。不能就这么等下去。我已经猜到锦仙公公的所需了，
我们需要为此做准备。若依，外面的情况怎么样？外面盯梢的人又比以前多了许多，整条街都被探子给包围了。以前只有白王和赤王两家盯着我们，但如今半个天启城的人都在盯着我们，我们的敌人又比以前多了许多。对这支手术感兴趣的可不止我们一家，相信萧雨那边现在也有很多人在盯着他。我们的敌人，自然也就是他们的敌人。